一口鲜甜香浓又带着南洋辛辣的琥珀色浓汤，它不只是美味，它承载着早期从福建跨洋过海来到槟城的艰辛与情怀。流传至今，它不再是果腹的简餐，而是深入槟城人骨髓的日常。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午后，甚至是夜晚，无数人都被这股鲜香召唤。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不一样。我现在要回家跟阿星的妈妈学煮这道充满家庭味道的福建面。我们要将这份温暖的味道记录下来，传承下去。咋不？係啥子？雲照都是假好啦，我假好嘅。要個話假好食咧。實是講話炒係頭好先咯。係炒落估係咪咧？炒差不多有內字嘅炒雞烹咯。哦，即係普通嘅係青殼啊，青殼啊。青殼係煮咧，伊即福建米湯啦，伊個水分個烹。哦。伊白係呢是個碗嘅水煮咧，伊湯白硬硬嘅。炒好咧，咱下落去加咯，加水一熬嘅，當今間啊加下殼咧，等你清下，即係物件落去滾湯頭先，滾個有差不多有半點鐘嘅款嚟嘅咯，個烹濃鋪啊，滾可以煸出來啊，個嚟搭白起嘅。把骨愛半斤嚟嘅咯，แล้ว下淡薄鹽落去，落些。ba cụt với xạ là sầm chuối hình cận ấy. Ai cuốn lọc cú à? Chỉ có cuốn cái cú chỉ cả phẳng chỉ chứ chỉ nó chăm chinh. Chỉ thế chẳng thảo thế sẵn là chù mía hoặc cái hàng lúc thân với cái phẳng. Ba yếu cái phẳng. Ba yếu. Chù mía thì học sinh yếu chăng. Để đi cái chăm. Yeah. Pan chiêu luôn cái con sao along ai chật sụp ra chật hiếm mình lắng còn hè các xíu. Tình cũng tầm phút. Kỳ hình vào tấn này. Có xe lắm siêu quá xì tầm bộ yếm tấn này từng cuốn này xì hà hè rồi khi xạ nó cái ghẻ vậy.先处理虾子，清洗一遍。哎呀，买了没及时处理，虾子有一点失温了。剥出虾壳和虾头，虾肉留着备用。我这里是1公斤的虾，剥出来的虾壳是大约300克。热锅下1汤匙猪油，把虾壳和虾头倒入，大火爆炒出鲜香味。这是汤头鲜甜浓郁的关键。当炒到有类似焗螃蟹的那种香气时，就代表已经炒够香了。炒香后摊开来，稍微放凉。降温后才倒入搅拌机，加入1杯清水打成虾泥。这主要是更容易煮出虾壳的精华和味道，所以不需要打得很细滑。将打好的虾泥倒进大锅，再用2公升的清水分次倒进搅拌器里，将残余的虾泥冲洗出来，然后放入15克清洗过的江鱼仔，先大火煮滚。煮滚后会冒很多泡泡，所以这里要用大一点的锅来熬煮。关上盖子，转小火。先熬煮大约半小时，让虾壳和江鱼仔的鲜味充分释放。
这时候我们来焯水猪骨，150克猪骨冲洗干净后冷水下锅，煮开后再煮大约5分钟，要用排骨或肉骨都可以。好了之后拿去清洗干净，接着准备第2次熬煮汤头的食材，加入焯水过的猪骨，70克沙葛，7克瑶柱，1汤匙左口鱼粉。半小时后，第1次熬煮的汤头就可以关火了，将它过滤进第2次熬煮的汤锅里。据说长时间熬煮可能会让虾壳中的腥味和苦味更突出，使汤的整体风味变差，所以我们就分2个阶段不同食材来熬煮。煮滚后转小火，盖上盖子熬煮至少1小时，让所有食材的风味彻底融合。这锅汤还需要再增添香气。热锅下3汤匙猪油，放入25克红葱头片，10克虾米碎。虾米碎是先用清水泡发后再捣碎，小火慢慢爆香，直到香气十足。把爆香好的红葱、虾米和油倒进汤里。同样的锅子再放2汤匙猪油，放入25克辣椒糊和半茶匙盐，小火慢慢炒香，炒出红油和香气。喜欢吃辣的可以自己增加分量哦。炒好后舀适量放入汤头，剩下的装起来，等下搭配面用。同样的锅子再下1汤匙猪油，放入300克虾仁，1茶匙爆香的辣椒糊和糖，大火快速炒香，炒到虾仁收水就可以装起来备用。接着我们就来准备福建面的配料。鸡胸肉用少许盐腌制30分钟，放入汤头中煮熟，再捞出放凉后，最后撕成鸡丝备用。要用猪瘦肉也是可以的哦。处理好豆芽，摘取瓮菜的嫩叶，煮好水煮蛋，剥壳和切片。这些配料要多要少就自己拿捏咯。准备到这里，汤头也差不多熬煮完成了。我们最后加入25克冰糖和1茶匙盐来调味，我们的灵魂汤头就完成啦。调味方面可以根据自己口味来调整哦。喜欢重口味的可以加味精或鸡粉。烧开锅水，把黄面、泡软的米粉、瓮菜、豆芽快速穿烫一遍。我知道在家煮一锅福建面汤头，从准备配料到熬出浓汤，确实耗时耗力。花上几块钱在外面吃一碗，当然是更方便和省事。但是亲手煮面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时间和金钱，因为我们传承的是家的味道，是无价的记忆。这一碗面的味道，就是我们离家后最深切的思念。往后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拥有重现和品味这份温暖的能力。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这是我们的全新单元百家味。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寻探家庭美食、记录民间美食的内容，请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